一只巨大的八爪鱼可以轻而易举地吞没船只，困扰着北欧人民。然而在近代，它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究竟只是生活在传说中，还是经历了科学界的辟谣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挪威海怪克拉肯。我相信有一部分粉丝朋友看过正正之前的克苏鲁视频，但是克苏鲁只不过是作者笔下很成功的神话形象，并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而这个克拉肯海怪的确是从远古时期的挪威人民口口相传致敬的深海巨兽，直到21世纪的现代，古老的传说又到底能否用现代的科学解释？又或者依旧只是一个故事，永远的封存下去？今天我们就来深挖一下这个神秘的克拉肯海怪。根据北欧人口中的传说，克拉肯是一种可怕的巨型深海生物，它身长有1公里多，有着又长又多的触手，长相有点像章鱼或者乌贼，甚至有些人认为它浮出水面的时候像一块岛屿。它通常居住在挪威和格陵兰的沿海区域，多年来一直有水手目击克拉肯，并且遭到袭击的船只不计其数。关于克拉肯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1180年，由挪威国王斯威尔记录。他告诉水手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像鱿鱼一样的大型怪兽，它会游到挪威、格陵兰岛和冰岛。从这个时候开始，克拉肯这个深海巨兽便流传在世世代代的挪威人耳朵里。与许多传说不同的是，克拉肯以真实的事物为起点。对于古代的航海家来说，大海是神秘而又危险的，在不可思议的深度隐藏着成群的怪兽。而由于北欧老百姓又重度对海洋贸易、旅行、生活的依赖，所以说北欧人无处不在提防这样的怪物哪一天真正的出现。其实对于水手来说，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来自于克拉肯本身，而是来自于当它迅速潜入海底时造成的巨大漩涡。如果它缠绕住最大的船只，它可以将船推入洋底。早期关于克拉肯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描述记载在瑞典人雅各·沃伦伯格，他在1781年的书《我的儿子在渡船上》中提到，克拉肯长得更像螃蟹，因为同样有8条腿，并且不是这么大。它住在海底，被无数的小鱼包围着，这些小鱼被它的粪便喂养，但是作为它的食物来回报，又会被克拉肯吃掉。因此，渔夫喜欢进入它栖息的场所，克拉肯会渐渐的上升，从而边上的鱼群就会变得更多，更适合捕鱼。所以，挪威渔夫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克拉肯的上方捕鱼，因为这样渔获量会很大。如果一个渔夫的捕获数量异常多，他们往往会互相说道：“你一定是在克拉肯的上方捕鱼。”而通常人们有时候会错误地将克拉肯当作是一个岛屿，并且有一些地图中纳入的只有部分时间才能目击到的岛屿，实际上就是遭遇了克拉肯。而到了18世纪晚期，关于挪威海怪开始有了新的定义，大多是把它描述成章鱼类的生物。在1802年，法国软体动物学家皮埃尔·德蒙福特在描述《软体动物百科全书》《软体动物普通与特殊的自然历史》确认了有2种大章鱼的存在。福德蒙特提出的第一种章鱼是克拉肯章鱼，已经被挪威水手和美国捕鲸船员捕获过。第二种章鱼是巨型章鱼，它的身躯则大得更多。听闻曾经在安哥拉近海袭击从圣马洛来的航船，德蒙福特后来提出更为敏感性的观点。他说10艘英国战舰在1782年的一个晚上神秘地消失了，因此肯定是遭到了大章鱼的袭击而沉没的。不巧的是，英国人清楚地知道那些战舰究竟发生了什么，德蒙福特的声誉就因为这样受到了极大的损坏，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1820年，他在穷困中饿死于巴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德蒙福特所提出的关于克拉肯章鱼概念的来源，可能描述为后来非常现实的大王乌贼。而到了近代，科学家越来越坚定克拉肯是基于一种或者多种乌贼或章鱼的混合物。最受欢迎的解释是认为外观最接近于大王乌贼。关于大王乌贼这种生物，它是一种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深海的乌贼，是已知世界上最长的无脊椎动物。根据最新的估计，雌性乌贼全长大约14米，其身体长度大约为4米，触手长为10米甚至更长，其最大长度不超过20米。其品种划分有争议，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该分类中仅此物种被发现。还有许多科学家还觉得有更大的大王乌贼，因为他们从一张在抹香鲸身上的大王乌贼触须吸盘的照片分析，拥有这么大口径的吸盘，这只乌贼按照推算，触须一定不止20米长。但是就算这是真的，也与最早记载的克拉肯体型相差甚远。虽然大部分人都愿意相信大王乌贼就是传说中的生物克拉肯，只不过北欧神话里面以它为原型基础上的尺寸、攻击性和智商被无限的夸大化了。但由于活动领域在深海中，人们对于大王乌贼多半只能从其天敌抹香鲸尾中未消化的残骸和渔民口耳相传的木董事件中拼凑猜测其生态。不过在2000年后，人类终于得到了真实的大王乌贼活体的照片和录像。在2004年的9月30日，由日本国立科学馆的2位科学家龟寺恒己和宫森一首次拍摄到了大王乌贼的照片。在历经2年的寻找之后，
他在小笠原群岛发现了大王乌贼存在的痕迹，于是他们使用了一艘5吨的渔船，雇佣了2名船员，并利用了大王乌贼的天敌抹香鲸的活动范围为线索，将一条小鱿鱼以及虾吊在鱼钩上，下沉至900米的水域中，同时还准备了一台照相机和闪光灯。当天超过20次垂钓后，一条长约7.8米的大王乌贼袭击了鱼饵，两人在乌贼的触手被勾住无法脱身之际拍摄了照片。随后，这条乌贼扯断了触手，并消失在深海当中。根据打捞上来的触手判断，这条大王乌贼身长不到10米。后来的 DNA 测试证实，此物就是一条大王乌贼。在2006年的11月，美国探险家和潜水员科特·卡塞尔与他的科考团队前往加利福尼亚湾，主要是观察当地的红宝乌贼。当时他们为了能够更深入研究这些巨型乌贼，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拍摄手法，把一台特殊定制的相机装载在一条鱿鱼的肉鳍上，再把它送回海中进行观察。但当众人们正在电脑前面观察鱿鱼的动态时，他们都看到了它正在被一条长度估计为12米至18米的巨型鱿鱼追咬。随后便有了这么一段录像。关于大王乌贼和克拉肯，有一部分人认为大王乌贼就是克拉肯，而另外一部分人觉得克拉肯从远古时期的记载，不管是体型、活跃度或者吞没船只的方式，都与大王乌贼不同。作为目前最大的无脊椎生物，大王乌贼，它在海洋里可以无法无天，甚至很少有天敌。但是让它出没吞没船只这种事情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脊椎动物在无水的环境当中就是一滩死肉。反正各种推测层出不穷，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毕竟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也只有5%，咱们也很难去推断真的有没有像哥斯拉或者克拉肯这种泰坦巨兽生活着。然而在近代的影视作品中，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深海巨兽，并且长相还与传说中的克拉肯的传言非常相似。这也许就是现代人对于克拉肯最好的诠释了吧。好了，本期作为正史上最长的视频，希望能够给老粉丝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新朋友看完我的视频，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一键3连支持一下哦。要是来个关注，那就更好了。我是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